雷霆，前辈果然是隐藏了修为的高人。掌空猎物，能安然居于内环，想必身怀异宝吧？若能窥得前辈一丝神通诡计，便是天大的造化。何不取出，让单某一睹为快？在上集中，王林深切体会到自身即是道，天地万物亦由道所构筑，而这道正是他自己。无论从生到死的生死轮回，还是因果循环中李木婉的寻觅与王平的平凡，皆是其道之体现。睁眼瞬间，王林发现自己仍站在天地大门外，那门在他目光注视下缓缓合上并消散，连同缠绕手臂的紫电一并收回，化作天逆珠子飞入他眉心。珠子表面烙印已变，昔日的天地五行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互不融合的阴阳日月中分。王林静立半空，闭目沉浸，将梦境中领悟的真实一点点铭记于心。他意识到这是一场足以让天运子等大能倾尽所有去渴求的绝世机缘。这虽未提升他的修为，却让他完成了道的升华，使他虽仍是蝼蚁，却已成为了一只真正窥见过第三步境界的蝼蚁。此时碎石层内雷光波动剧烈，一名身着铠甲驾驭雷兽的黑发男子谨慎地穿行而至。当他冲过碎石，看到半空中雷光游走、姿态诡异的亡灵时，不仅发现雷池缩小了一半，更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惊肉跳。王林缓缓睁开双眼，那双眼中残留着寻到梦境的余韵，平淡中蕴含着对世间规则的绝对掌控，仿佛天道降临。他随意一瞥，那目光落入黑发男子眼中，瞬间化作无数狂雷轰鸣。男子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硬不动，整个世界只剩下了那道目光。那目光蕴含的神秘力量直接撕裂男子的心神，使其血液与元力疯狂涌动，若不加克制，瞬间便会崩溃。这种力量远超黑发男子所知的任何神通，让他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念头，灵魂深处唯有作为蝼蚁面对天道时的卑微与敬畏。他坐下的雷兽感触尤甚，身体已开始如尘土般迅速瓦解。就在黑发男子濒临崩溃之时，王林眼中残留的寻道痕迹渐渐消散，他深深吸气并闭上双眼，那种恐怖的压制力瞬间解除。黑发男子瘫软如泥，体内元力损耗大半，元神大幅缩小，整个人虚脱到了极点。他死死盯着闭目的王林，心中惊骇万分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恐惧，彻底丧失了再战的勇气。申公虎清醒后，看向王林的目光中已满是狂热与崇敬。在他看来，那罗天星域内绝无人能在那道目光的注视下毫发无损，即便是雷仙殿殿主也难企及。那份是天地如蝼蚁的漠然，令这位素来桀骜的阳石修士感到灵魂战栗。在那股无法挑战的伟力面前，他心中涌起的唯一念头便是依附。道眼，这一定是传说中的道眼。申公虎心神俱颤，他回想起那段关于罗天星域往事的传说。无数年前，有一位大能仅凭一道神通，便横扫了整个星域的第二部修士。面对追问，那人只淡然称其为道眼。此刻，申公虎才注意到王林身侧还盘膝坐着一具傀儡，而雷池边缘还浮着一只银角雷兽。他心中巨震，难以置信这位展现出如此神威的绝世强者，竟然也是雷仙殿的使者。王林此时也睁开了双眼，梦境中那真实的可怕的感悟为他推开了一扇通往修道第三步的大门。他意识到这等机缘足以让天运子之辈为之疯狂，其价值之大，甚至能让任何修士赌上一切。眼见申公虎匍匐在地，以最隆重的礼节自报家门，王林虽修为未变，但心态已然完成蜕变。他仿佛站在了凡事的顶点，即便面对帝王也能泰然视之。王林并未在意申公虎的畏惧，平淡地询问其缘由。面对申公虎的欲言又止，王林右手一挥，冷淡道：若无事，速速退下，
他正急于研究天逆诸子的异变。此次天逆开凤，不仅让他窥得第3部的奥秘，更让他隐隐摸到了问鼎大圆满的门槛。在申公虎眼中，这种冷淡反而是强者的常态。他不仅没有退去，反而愈发笃定机缘当前，当即以极高的诚意掐诀，将自身道魂奉上，恳求依附千年，并愿意献出意境与悼念。面对申公虎献上的道魂，王林目光凝重，在确认其心意后，将其融入元神，接纳了这位属下。见依附已成，申公虎苦笑着道出了自己的来意：雷之仙界将要开启，晚辈本打算借此地修炼元力。王林心中盘算，雷之仙界对修士修为有所限制，且不仅有修为门槛，还需雷鼎作为凭证。在确认申公虎可以留下修炼且不得打扰自己后，王林收敛心神，转身走向雷池深处。申公虎曾自恃修为，最多只能踏入雷池50步。此刻见王林竟一步步稳健地走到约100步距离处盘膝坐下，心中对这位前辈的崇敬愈发狂热。他本人此时受伤颇重，只能谨慎地退在10步处疗伤吐纳。那头桀骜的铠甲雷兽，在王林那道曾令他魂飞魄散的目光余威下，早已彻底屈服，甚至被王林的银角雷兽随意驱赶也不敢反抗。在100步开外的雷池内，王林借助目睹修到第3步后的灵魂升华，开始疯狂吸引雷霆入体。他以雷元术炼化狂暴的雷电，从中剥离婆杂元力，滋润元神，修复此前大战造成的损耗。随着炼化速度的提升，王林对雷元术的理解愈发深刻。他发现修炼效率不仅取决于法门，更与体内元力的存量息息相关。元力越是深厚，转化雷霆的能力便越强。这正是修到第2步各境界间实力鸿沟巨大的根本原因。2年转瞬即逝，在这期间，王林将吸引雷霆的效率提升至20倍，如同一块人形磁石，带动整个雷池掀起阵阵雷暴。申公虎在旁虽也努力修炼，却深刻感受到了与王林之间巨大的差距。这一日，王林起身，感受着体内逐渐充盈的元力与日渐清晰的道境感悟，目光投向了雷池深处，那里蕴含着更狂暴的雷霆与远超边缘的元力。感受到王林即将有所动作，一直在此隐忍修炼的申公虎精神大振。对他而言，能亲眼目睹王林施展神通是千载难逢的机缘，甚至比他当年跨入阴虚之境时还要激动。他收敛气息，摒弃杂念，死死盯着远处的每一个细节，唯恐错过任何一丝对第3步道运的感悟。而王林神色平淡，在这众人的注视之下，迈步向雷池中心走去。只有进入雷池更深处吸收雷霆，才能真正加快速度。若仅仅停留在边缘，即便吸收的雷霆数量再多，效果也远不如深处。王林对此心知肚明，他沉默地注视着雷池中心，果断迈步上前。这一步踏在雷池之上，顿时掀起一片雷光涟漪，引得无数雷霆轰鸣而至。王林神情凝定，双目散发出电光，体内的元神如同心脏般震动，散发出阵阵雷威融入肉身。由于他的肉身本就是由雷霆所化，此刻全身通达无阻，使得元神雷威透体而出，在他身体四周形成了一连串激烈的雷暴。伴随着雷暴的轰鸣，王林再次迈步，雷池迈步，雷池内随之掀起巨大的雷之风暴，引动海量雷霆如同真正的雷雨一般疯狂落下，仿佛要阻挡一切生灵的去路。在这股浩渺的雷威面前，王林元神的雷威竟如同萤火与皓月的区别。他脚下连踏10步，每一步都引发如同天地震颤般的巨响，掀起滔天雷浪，将雷池边缘化作雷光覆盖的领域。然而王林终究是在此停住了脚步，元神传来了难以承受的刺痛，让他明白，即便自己吞噬了半条太古雷龙，以雷霆铸就肉身，在面对这核心区域强横的雷威时，依然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。这一幕落在不远处的申公虎眼中，让他内心的狂热逐渐熄灭，取而代之的是失望与冷峻。
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位前辈的真实实力。就连申公虎身边的雷兽眼中的恐惧也随之消散，而那头银角雷兽更是表现得漠不关心。申公虎在内心盘算着自己的道心，认为即便自己达到亏孽初期，也能做到这100步距离，心中对王林的敬畏产生了动摇。然而正当王林望着雷池出神之时，他仿佛遗忘了时间与肉身，眼中只剩下雷池内无数游走的雷霆之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随手迈出一步，落下的瞬间竟刚好有一道雷光涌现，仿佛正好拖住了他的脚掌。王林神色空灵，接连迈步，每一次落下都恰好踏在凭空生出的雷光之上，如同在自家后院漫步一般随意。这一幕彻底震撼了申公虎，他原本熄灭的狂热在这一刻如风暴般重新燃起，且更加炽烈。在他眼中，这绝非偶然，而是雷池在主动迎接这位雷霆的主人。身旁的铠甲雷兽也露出了敬畏之色，他敏锐地察觉到王林的每一个脚步都精准地踏在了雷池的脉络之上。至于那银角雷兽，更是惊得站起身来，眼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惊骇与源自传承的战力。王林此时完全沉浸在那种玄妙的迷雾中，他看到的不再是雷池，而是一道道若隐若现、决定雷霆兴衰的光。他的每一次迈步都与这些光重叠，直到他脚步一顿，那种奇妙的感悟才如潮水般退去。王林从迷茫中苏醒，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深入了雷池内环，四周的雷霆之力浓郁了无数倍。他盘膝坐下，吸收了一道雷霆，那种强烈的麻木感与元神的冲击，让他切实感受到了此地雷威的恐怖。正当申公虎准备沉浸在刚才的领悟中时，远处的碎石层内，一道呼啸而来的紫光打破了寂静。一名踩在木剑之上的修士现身，言语中带着明显的嘲讽。紫影重叠间，一名身穿紫金大袍的男子飘然而至。他看似30余岁，容貌俊美，却透着一股不协调的阴柔气质。此人名为战空烈。当他目光落在雷池内环盘膝而坐的王林身上时，双瞳微缩，全身汗毛瞬间立起。战空烈生性谨慎，见王林修为紧，有问鼎后期却能身处雷池，内心充满了猜疑。又见申公虎及其身边的雷兽虎视眈眈，而那头银角雷兽对他满是不屑。这诡异的一幕让他更加不敢轻举妄动。申公虎冷声和破战空烈的名字，并以平淡且带着威压的口吻要求他速速离去。战空烈强压心中惊疑，故意以言语试探，想看穿王林的底细，却被申公虎强硬的限令3息内退下，否则便要动手。申公虎之所以如此强势，完全是因为王林在侧。他深信，即便这战空烈不知好歹，只要王林如当初看自己那般投去一眼，定能让此人崩溃。随着申公虎起身，雷兽低吼随行。战空烈心中愈发不妙，雷兽那极度敬畏的目光，让他确信眼前的局势远非申公虎虚张声势。战空烈试图退至碎石层外交战，以防波及申公虎口中的小辈，实则是想避免在雷池深处不明底细的情况下贸然出手。正当战空烈双手掐诀，唤出紫色雷光与木剑融合，准备以最谨慎的元力神通应对这场对决时，王林缓缓睁开了双眼。他语气平淡，向申公虎明言此战不会出手相助，将其作为对申公虎的考验。王林内心其实颇为无奈，他本想寻得安宁，却接连遇到麻烦，如今只能通过这番言辞来稳住局势。申公虎听闻王林此言，战意瞬间攀升至巅峰，他恭敬称呼王林为尊主，并断言自己绝不会败。这一声尊主让战空烈彻底心神俱震。他深知以申公虎那狂傲的性格，绝不会为了区区一场未必分生死的对决而屈辱自己的尊严。王林走进雷池内环，申公虎的城府，雷兽的恐惧，这一切在战空烈脑中串联起来，指向了一个让他感到骇然的结论：王林极有可能并非依靠法宝，而是隐匿了修为的绝世强者。
眼看申公虎吞下红芒丹药，气势暴涨，召唤出神龙般的闪电轰然降临。王林在旁静观，心中暗自感叹这届天地之雷的神通威力极强。战空烈面色凝重地操纵木剑迎战，而申公虎为了在前辈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已然将战意催发到了极致。申公虎咬紧牙关，在受伤之躯强行提起的巅峰状态下，右手猛然落下，天际雷光如天威降临，战空烈面色阴沉，喷出体内元气灌注于紫影木剑之上，剑气冲天而起，正面迎击这道雷劫。随着一声轰鸣震响四野，雷光溃散，木剑倒飞而回，四周碎石尽数化为粉末。战空烈连退数步，面色苍白，双眼中战意升腾。而申公虎虽嘴角一血，却借势退入雷池中稳住身形，狂笑着嘲讽对方。这一战在旁观的王林眼中虽颇具启发，却让他一眼看出了两人的局限。他们的元力神通徒有雷之威，却缺失了雷之魂，信念中缺乏对雷之力量的绝对融合。面对两人的博弈，王林平淡地指出了他们道心与信念的错位。这番话语如醍醐灌顶，让本就处于摸索边缘的申公虎与战空烈瞬间陷入了沉默。王林为了进一步点拨，随意射起一道雷光在掌心幻化，转瞬将其碾灭，只留下一抹若隐若现的本源光亮。仅仅这刹那的掩饰，申公虎眼中爆出金芒，如获至宝般对王林身败，顿悟了回归本源的真谛。战空烈亦是心神俱震，他再无怀疑王林深不可测的底蕴，不仅恭敬退让，还带着酸意向申公虎致贺，随即识趣地离开，去应对雷仙殿的选拔诏书。此后8年，算上先前10年，王林潜心修行，体内元力在雷元树下达到饱和，但因修为瓶颈，无法继续突破。他深知突破的关键在于跨入第2步，于是在嘱托申公虎离去后，乘银角雷兽离开雷池，化作流光消失在星空尽头。王林立于星空，思考着天逆诸子的异变与20年后雷之仙界的远行。他需要寻找一处隐秘之地突破修为，并优化神通，以契合他所窥见的第3步规则，同时搜集怨气，并寻觅一处属于自己的修真星。当他路过一颗生机勃勃的废弃星球时，那酷似朱雀星的景象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。正当他收起雷收欲前往星球时，储物袋中的仙剑骤然传出剧烈的波动，那股远古的剑意伴随着猖狂的叫嚣声爆发出来。该死的剑意，你家许爷爷终于把你征服了，从此之后老子就是真正的剑灵，老子厉害了，可厉害了。王林以强横的手段压制了储物袋中剑灵许立国的聒噪，随后化作一道流星，降落在了一颗水蓝色生机浓郁的星球上。此地虽与朱雀星气息相似，但修真文明极为落后，最高修为不过元婴期。王林选择了星球上最高的恒云峰作为暂时的隐匿闭关之处。此时青灵星张家家主张新海正拖着残躯，准备登上峰顶进行最后的归墟。在这座本因闭关作画而死气沉沉的山峰顶端，他意外遇见了负手而立的王林。仅仅是气息的牵引，便让这位元婴后期修士感受到如同凡人面对帝王般的压迫。那种源自灵魂的战力令他瞬间明悟，眼前之人拥有着远超他想象的大神通。王林对此地的归墟之地之说不以为然，挥手间便将常年凝聚的死气化解，使恒云峰重现生机。面对张新海的诚惶诚恐与主动奉献，王林并未为难。见其寿元将近，王林施展出足以改动灵力运化的灵诀，为其强行延续了10年寿元。作为交换，王林要求张新海在10年内搜集天下凡人的怨气，并许诺在此心有他存在的一天，张家香火不断。张新海深知这是改变家族命运的机缘，欣然领命而去。随后王林取出了尊魂幡，以滔天黑雾笼罩恒云峰，并开辟出一座洞府。他以不容置疑的神念如狂雷般宣告了整颗星球：
从今天开始，这里便是我的修真心。横云山峰万里内，视为禁地，擅入者不饶。自此，青灵星易主，王林成为了这颗星球上绝对的巅峰。在这一乡的土地上，他拥有了如同血族与天运子般掌握一星生死的无上权威。